需要指出的是，民进党当局执政后，一边大搞台独，长期以来对大陆2455项产品输入台湾采取单方面限制措施，给大陆相关产业和企业利益造成损害；另一边却享受着从两岸经贸往来中获得的巨额贸易顺差。近期，大陆方面终于对此出手。商务部12号发布公告称，即日起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进行贸易壁垒调查，涉及2455项产品，主要包括农产品、五矿化工产品、纺织品等。调查预计在10月12号前结束，特殊情况可延长至2024年1月12号。台经济部门证实，台北世界贸易组织代表团已经收到大陆 WTO 代表团的通知。由于过去大陆从未通过 WTO 管道反映经贸议题，此举让岛内感到相当意外。台当局直接称其是超乎预期。不过，台经济部门同时辩称，去年2455项产品台湾出口到大陆为44.3亿美元，占台湾出口到大陆比重的0.9%。意思是大陆即将采取同等限制，对台湾影响也不大。然而，台湾前安全部门官员杨永明直言，台经济部门的说辞就是在扯淡，大陆的跨项目制裁绝对会对台湾影响很大。他分析称，按照 WTO 的规定，如果对他人采取不公平贸易时，对方就可以采取反制。比如，台湾不准大陆螺蛳粉输入，大陆就可以反制台湾米粉。大陆不仅是台湾最大贸易伙伴，更是最大顺差来源地。海关总署统计显示，去年台湾对大陆享有高达1565亿美元的贸易顺差，台湾方面的统计也达到1400亿美元。除了与产业分工有关外，台湾单方面限制大陆产品进口也是关键因素。台湾联合报16号发表社论称，两岸贸易长期处于不对等的状态，台湾多数农产品都可销往对岸，还享有检疫、快速通关等各项便利，才造就过去菠萝、释迦、石斑鱼等90%以上外销都集中在大陆。反观台湾对大陆竖起贸易高墙，不仅对830项农产品设限，更禁止1000多项工业产品销台，却从全球市场进口，根本违反 WTO 原则。文章称，一旦大陆不再对台让利，体制早已羸弱不堪的台湾农业会如何，令人不敢想象。在两岸的贸易当中，的的确确，台湾当局设了很多的贸易壁垒。那这种情况就是说，会影响两岸的这种公平的这种贸易。那么许多大陆的产品，包括农产品，到不了台湾，比方说大陆的鸡蛋。那台湾缺鸡蛋，他也不要大陆的鸡蛋。如果说两岸关系这么持续的动荡下去，那么肯定会对两岸的经济交流产生影响，最终对台湾的经济产生冲击和影响。接下来关注岛内选举话题。民进党由党主席赖清德参选2024，而国民党方面虽然近期民调支持率有所回升，但参选人问题仍悬而未决，导致各界纷纷猜疑。被称为国民党最强母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，19号将参访新加坡，则被外界解读为参与竞选的起手式。台湾民调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15号公布了最新的台湾民众最新政党支持倾向民调，其中民进党虽以28.6%的支持度居第一，但国民党却在4月份大涨8%，来到了25.9%，民众党支持度则为15%，对比之前几乎没有变化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分析，国民党自2022年9合1选举后的5个月当中，支持度起伏不定，3上2下，且不论是跌幅或涨幅，都有着大起大落的趋势。尤其本月又再度呈现微型谷底反弹，各种原因值得推敲。台湾民意基金会认为，从整体局势来看，国民党这次的微型反弹，最主要是受到了马英九大陆祭祖之行。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正式宣布角逐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提名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态度逐渐积极明朗3点。虽然民调支持率有所回升，但国民党的参选人到现在仍未推出，使得党内人士也颇为着急。17号上午，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召开例行干部工作会议，会中一致希望党中央紧速征召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，并认为6月太晚，5月最适当。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集人曾明宗说，党团干部工作会议交换意见，认为不论党中央征召谁，建议加快征召速度，因为民进党已确定由赖清德角逐2024，国民党不能再拖，再拖会把好一件事拖坏掉。曾明宗表示，国民党是有制度的政党，既然政策上决定要征召，那就赶快征召。更有心直口快的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把矛头指向党主席朱立伦。
侯友宜市长一枝独秀，非他莫属。越是悬而不决，越是徒增很多不必要的揣测，又让大家以为国民党又暗藏玄机。郑丽文曾炮轰提名3阶段不伦不类，并多次呼吁国民党中央速战速决，却被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暗批，多做团队有利的事，少制造内斗纷扰。我不懂。我没有像我们党主席有这么超高的智慧，那我也不想要去平添更多的这些臆测跟揣测，这些都无利于国民党的选情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机关算尽，但是我们真的看不懂他在做什么，因为让整个选举提名的过程就像一个谜。问题是你党中央呢？你党中央做了什么让大家团结呢？还是你做的更让大家没有信心，以至于更不团结，更分崩离析？其实就是说确实挺难的，因为这次这个想参选的，或者大家期待参选这个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国民党的候选人有很多位，甚至还有一个这个蓝白整合的问题。所以说，其实国民党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复杂。那么他们一定要，就是因为民进党毕竟他们已经推出了赖清德，而且这个赖清德他所谓的这个民意的这个民调的支持率也挺高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个就是国民党要推出的候选人，真的需要慎之又慎。而被称为国民党最强母鸡的新北市长侯友宜4月17号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凝聚力量，蓄势待发，被外界认为是进一步对进军2024表态。他19号将率团出访新加坡，更被解读为参选的起手式。我这一次到新加坡去在整体的安排，最主要的我们会去参访南洋理工大学，也是新创的基地。除了参访新创的基地，也会拜访新加坡的公司部门，有一些相关的局处，我们都会去做访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争取国民党提名参选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18号上午透露他参选2024的最新进度。他表示，从买疫苗开始，他这1-2年一直在思考2个问题，并为之做准备，也就是台湾的未来在哪里，台湾地区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。他期盼各界给郭台铭30天的时间，他会密集将非常具体清楚的主张和大家充分沟通。郭台铭称，有自信让台湾走出自己的路，有自信带给台湾有尊严的安全，也有自信开创台湾成为科技岛。党内有分析指，郭台铭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与柯文哲关系密切，最有可能促进非绿联盟。如今国民党、民众党、民进党宛如一个三角形，若蓝白两党能够合作，就能够实现两边大于一边，共同下架民进党。实际上现在这个情况并不明朗，有很多民调指有的说侯友宜那个有优势，有的说郭台铭有优势，有的说这个郭台铭和柯文哲搭档有优势。那么现在就需要就是国民党用最科学的办法，真的从这个做一个很科学的客观的民调，去推出一组最有竞争力的、最有战斗力的这样一个人选。那么最终就是能够打败赖清德，让国民党或者说让反绿的这些党派最终赢得这个执政权。我觉得这是最终的目标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您好。最近中国商务部发起对台贸易壁垒调查，岛内外有各种解读，您怎么看？中国大陆首次对台展开贸易壁垒调查，而且呢是通过世贸组织渠道，说明大陆呢很认真、很严肃。中国大陆反制台独势力和反制台湾与外国势力的勾连呢，有很多方式，包括围台军演、扰台巡航、制裁台独顽固分子、制裁外国支持台独的政客和企业等等。但是很少呢在经贸领域有所行动。不是说大陆呢没有想到，而是想得更深，不愿意伤害台湾民众呢，因为经贸与岛内很多人的利益是直接关联的。就说这次对台展开贸易壁垒调查，涉及的2455种商品，包括农产品、五矿化工产品、纺织品等等，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调查呢，就是要算算账，看大陆惠台政策究竟给台湾人多少好处，多少实惠。调查清楚以后呢，是否采取相应的措施，那是下一步。但是呢，首先要把账算清楚。台湾岛内和亚洲了解两岸经贸的人都认为，这可能意味着大陆要结束对台单方面的让利。看看贸易数据呢，也是够惊人的。
2021年，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高达1700亿美元；2022年，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也有1565亿美元。要是查查中国与美国、德国等国的贸易顺差额，就知道呀，台湾呢得到了大陆多少的好处。而台湾呢获得如此巨额的贸易顺差以后，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大陆积极开放，进口大量产自台湾的商品。但是台湾呢多年来却严格限制大陆商品入台，这就不对等。很多台湾人呢对大陆的惠台政策有多好、有多大都是含糊不清的。现在呢要把这笔账算清楚。基于世贸组织的公平原则，如果台湾市场也开放大陆的1063项农产品和1392项工业产品，那么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？如果大陆按照世贸组织规则进行两岸贸易，那么台当局还能拿多少钱来买军火，抗拒两岸和平呢？我觉得对台贸易壁垒的调查就是一次教育运动，让台湾民众知道谁在护台，谁在毁台。谁在为台湾经济和民众生计着想？谁呢把台湾经济带往阴沟里去，把台湾民众往战场上送？这些大账小账都清楚了，台湾民众呢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，从而推动两岸和平，推进和平统一。